因为行政院最近删地方补助款了哈，那周荣泰终于讲的太白话，说这叫轮回。什么叫轮回呢？其实是报复嘛。你删我预算，我就删你预算。而且呢还说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那个地方立委不支持我们中央的预算，我们就删你地方的补助款了，一报还一报啊。那不是应该这样子吗？我们看一下。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现在讲话比较像是帮派的帮主，批评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帮派老大，因为卓荣泰竟然说删一般性补助款不是报复，而是轮回，会对审查预算表决支持中央的立委优先协助其地方政府解决经费问题。他那种用宗教当作比喻，凸显出来的是卓荣泰完全没有慈悲心。要支持中央总预算，特定县市才能拿到补助，请问这又是哪一本书教的？叫做法治精神呢？而卓奎这番话让网友气得灌爆脸书，痛批人民只是民进党的肉票，会轮回到你的，还是以后不用缴税给中央吗？蓝营首长们也骂翻天，云林县长张立善大骂行政院长疯了吧，换掉比较快。彰化县长王惠美也说这是威胁，本末倒置。这哪是轮回，这是清算。政治会使有立场，但是袂使无良心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话，有失高度。但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继续补枪，很酸，这是立法院不理性大幅删减预算造成的，讲人质或分赃是毫无意义的政治性语言。林柏伟，我现在讲说，前面其实大家在讲赚红钱，或是说在吸产力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事件还是有一些程度的不同与差别当然我们都尊重大家的看法，可是事实在沈伯洋他的爸爸，他其实他是中南美的台商他讲得非常清楚。那其实他们就是用出口，就是说在各地各国出口，像他也从日本这个出口这个马达到这个哥伦比亚，那当然也从中国出口这个汽车零件到这个厄瓜多，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就是从各地出口，所以他会觉得很委屈的说，基本上爸爸从小他们看到的就是爸爸是从各地去出口，然后相关的到中南美洲。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大家的说法说可能是不是赚红钱，他说爸爸在他当立委，其实2019年已经到现在已经6年都没有去中国了。这个其实所有的资料都可以显示，出入境都可以证明的所以如果说用这样子，因为他现在担任立委，然后在于在一些中国的言论或是他的一个问政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立场，然后就用这样爸爸的一个过去的事业来攻击他，对于他来讲确实有很多他必须想讲的部分但是他所谓的你说赚红钱跟洗产业，这对于他的爸爸的整个事件当中还有产业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他想要表达的。那刚刚大家看到说所谓的行政院这个黑帮的言论，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超过了。然后其实帮派的言论，说真的，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认为应该行政院跟所有的各县市跟立委都应该，立法院都应该坐下来好好谈，因为大家清楚，连台南都被删了51亿，并不是只有国民党的县市才被删因为这是大家通通一致性，而且只是大家会感觉国民党好像会比较痛，是不是针对国民党？不是，是因为国民党现在执政县市比较多，所以如果依照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是不是在立法院大家应该好好来谈我们的预算要怎么处理，我们的预算要怎么过，而不是大家把它删了之后甚至从一般补助或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个统筹都变成是一个混账。那在这个混账当中，彼此变成有一些纠葛，那纠葛之后呢，没有钱怎么办？那只有把它重新做调配，所以如果重新做调配，是所有的县市都会受伤。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在现阶段，不是只有国民党被删一般性补助，是连民进党的县市，而且删的幅度还比
国民党的县市还多。台南就删了51亿，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大家通通都受害，应该是站在对，就是当然就是比例一样，所以不会是说国民党删的比较多，或是民进党删的比较多。我觉得就是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不要因为这样子而造成我们民众在整个所谓的一个基层的建设或是任何的福利受损。所以左院长也觉得台南是轮回喽。周建伟不，他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地方补助我是统三的没错，我其他地方可以补助你啊，你其他不申请一个这个建设一个预算一个，我那个不要补助你就好了。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当然你说一般性补助款，你说叫做统三大家都一样，好像讲的都很公平，但是他可以用计划性补助去补啊。这个从你过往的。譬如说林志坚执政时候的新竹市，他就拿到非常多的钱，还搞了那个10几亿的棒球场，或是郑文灿给1块，对，郑文灿执政的时代。那我们自己在宜兰跑的时候，那当地的乡镇长也有跟我们讲啊，绿营执政的我们不讲哪一个地方啦，某一个地方，他拿到的就远比罗东镇多很多钱。罗东镇举办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那个聚会，就拿5万块，就人家一个小东西，他可能就拿几十万，所以他这个在。不能只把东西聚焦在一般性补助款。好，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去谴责行政院这么做？其实是你要回过头去想，一般性补助款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支出。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我自己在我的粉专就一般性补助款，政府这个义务存在，是我从宪法开始帮你论断，从宪法到4至391号，认为它是属于法律层级的东西，是。立法院3读通过，总统公布生效，它是相当于法律。然后我再用到财划法，还有地方制度法，以及县市政府、中央对县市政府的补助办法，我一条一条罗列出来，告诉你这个是属于法定的义务支出，政府不能说不给就不给啊。那你今天就违法不给，你行政院忘记了依法行政而被大家骂的时候，但你又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那我也听不懂啦。说什么这不是什么报复，这是轮回，这个逻辑我是听不太懂啊。而且我觉得他这次又变成说是，如果你今天立委有配合我们中央政策的话，那你的县市就优先补助，那就更不应该了嘛。因为你今天这个税金，人民缴税给你的时候必须依法缴，结果你行政院在执行预算的时候可以不依法执行，那这个逻辑就怪了嘛。你只能民众不能违法，但是你中央却可以选择违法。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你配合我的，我才优先给你钱。所以才会被黄国昌说，这你跟黑道有什么两样？是这个原因。然后最后回过头来我在讲那个沈伯洋的事情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啦。台语叫做怕狼花救狼啊，国语叫做做贼喊抓贼啦。其实我跟各位报告，真的不要去谴责他爸爸，他爸爸没有做错事，他爸爸做的完全是正确的事情。台商就是去赚全世界的钱，这样是对的。但是当你爸爸因为这样而被中国谴责的时候，你骂中国政府、中共政权的那几句话，什么对他高规格对待，只因为他是台湾的国会议员，或者是说中共政府对他爸爸这个行为是只有满满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其他的。但是你今天扣我们帽子的时候，不是也一样吗？你总对我们台湾人民高规格的对待，你总用意识形态来扣我们舔共帽子。我哪时候舔共了？我哪时候中共同路人？你永远讲不出一个正确的例子或有意义的例子，你就动不动只要不认同民进党，就是扣中共同路人。阿扁也很可怜啊，认同了你一辈子，只因为一件事不认同就变中共同路人。谢长廷也是啊，吕秀莲也是啊，每一个人你都林濁水也是。对，所以我就说回过头来，其实。该谴责是沈伯洋自己，因为你对人是2套标准，绝对不是他爸爸。好，我们看主计总处、行政院主计总处对一般地方的补助是有高度的财政纪律监理，写的只有4种钱可以补助，一种叫做地方的基本财政收支短差，就是地方政府负债了。第2种呢叫做教育，第3种叫做社会福利，第4种叫基本设施。只能用在这4种用途上面。当时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地方补助什么删减弱势？我去查，就是这。对啊，你只能在这4种，你不能做别的运用那这个，我觉得卓荣泰讲那个轮回，我一听吓一跳。
我好像突然变成阎罗王了。阎罗王不是管叫轮回啊，什么搞到哪里啊，什么18层地狱啊，什么下辈子当狗、当猫、当人一大堆。你是这样吗？这不讲什么轮回，这讲些什么鬼呢？哦，那另外就赚钱，我讲连战，记不记得第一次到大陆去到北大去演讲？那他很客气，在去之前请我跟我太太到他家吃饭，在家里面吃的不错了哈。然后呢，这个他就问我说：“我到底你有没有建议？”我就说：“哦，我就跟他讲，我想想有什么建议呢？台湾人跟大陆人都爱什么？爱钱。人家西方人啊，比如说圣诞过年就 Happy New Year， 我们都是恭喜发财，就喜欢钱，我们就喜欢钱，什么都发财。人家过生日送个礼，我们就送红包，对不对？我就这样讲，我有点建议，我说这样，台湾那时候刚开始嘛，台湾跟大陆应该联合起来赚世界的钱。”他演说里头有提到，他演说第二天《联合报》头版头是这条标题啊，本来就是你跟大陆赚干什么？不要做敌人嘛，你跟大陆联合起来赚世界的钱，把世界的钱赚来不是很好吗？就这个样子，所以台商赚钱不是这个，反而对大陆也好，对台湾也好，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去抹红人家嘛，而且更可恶是你也在赚，你还去抹红别人，这就叫双重标准。休息再回来。国民党现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为大半每个委员都人人自危了，这也是人自危。为什么？选举的时候各有对手嘛，大家各讲自己的好处嘛，对不对？攻击对手也有，但主要还讲你为什么要选我嘛？罢免没有对手啊，对不对？拔剑四顾心茫茫，没有对手嘛，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很担心，说现在有一个电视影集叫《零日攻击》啦，就是说呢，大陆要攻击台湾。所以他们就担心是不是变成大半年的周子瑜事件啊？周子瑜大家记得没有？选举之前突然传出，其实后来是误传了哈。但是呢，就因为你根本来不及了，一夜之间就给你翻牌了嘛哈。那所以呢，他们说，好像暑假要播，那会不会变成罢免的催化剂哦？那会不会这样啊？而且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年轻人比较有空嘛不用去上学了然后呢，是不是增加他的投票率支持民进党所以呢，那曹新成现在对民进党中央喊话，说你们民进党不要装模作样了，不要爱甲哥 K 设计，全力投入大罢免，不要再瞻前顾后，怕东怕西2阶段已经完成，3阶段更要投入那现在呢，说民进党是林右昌领军了然后呢，民进党派不同人进驻重点罢免区，党中央下来了那么另外呢，因为台北本来认为罢吴思瑶、吴沛忆最有机会了，在台北市。那吴沛忆差个几千票、3000票吧，吴思瑶票是够了最后那几个在地员是很努力的，够了。但是领衔人张克进不见了然后现在法律有规定，好像非要领衔人出来这个送件。那如果领衔人不出来，要签个委托书，但不肯签委托书。所以我就想说，我讲的真的，一般只要基本上是一个人都不会干这个事情，你只要是个人都不会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自己领衔，然后那么多人来给你签署，然后你现在不见了，害人家不能送件，你对那将近3万个人怎么交代啊？那是一票一票签出来的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一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一定受到很大的威胁，说如果你敢，我就怎样怎样这样对你，甚至不止对你，还对你的家人等等，所以最好躲起来。我说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做的，否则再怎么样我签个委托书也可以嘛，我也可以声明嘛，这是跟我无关的那你现在当时答应做领衔人，不管你对谁不满，一定对很多不满，大家对很多人不满了，但不满又怎样呢？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嘛。你那么多人这个签好了，然后你不送，然后让这个整个这联署等于作废，那你怎么做人呢？你怎么好意思呢？所以我判断他一定有很大的压力了那现在呢，说呢这个希望台北市有5个嘛立委嘛，希望能够这个靠蒋万安要保我，要靠蒋万安，因为他是市长你新北也要靠侯友宜台北是要靠蒋万安桃园就是张善政台中是这个卢秀燕我就点名就是这样子，你们都是拿到1半以上的票对不对？而且民意支持度也很高那你下面几个委员都保不住，母鸡保人家是母鸡带小鸡，你现在母鸡保小鸡，小鸡都保不住，你当然有责任，当然有责任，怎么会没有责任呢？那朱立伦说要强化区域联防了那另外呢，这个罗志强的新国会智库他们公布民调
说呢这个就是反对大罢免，认为大罢免不好的有54%了，哦，但是呢赞成的认为大罢免很好也有33%，25%就跨门槛了。问题是他如果这30%都去投了，你这50%不投啊？哦，觉得为什么不投？他们觉得他反对罢免嘛，就你干嘛罢免呢？哦，那不要罢免，那既然不罢免，我干嘛去联署呢？干嘛不罢，我干嘛去投票呢？他可能不去投啊。哦，如果真的投，会这个蓝军并不会输，但是不投绿军就赢了嘛，就赞成罢免就赢了，这么简单嘛，哈。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民说看起来不喜欢大恶霸哦，然后呢也不喜欢这个行政院算地方的预算哦，甚至因为赖清德拿了40%的选票嘛，那你现在只有这个30几%的选民赞成。就表示呢，投票给你也不见得都赞成。市场也是，很多人觉得我到市场去啊，上次陪赖志宝去木栅市场，昨天陪王宏威去长春市场，很多人都讲这要求啊，哦这要求啊，为什么没有必要嘛？这浪费嘛？你就发动1年就给人家罢免1年呢？你对那个投票给他的选民也是一个侮辱嘛？我今天投票给你1年就罢免我要支持的人，那不是对这个支持的选民，当时投票的选民的一个很大的侮辱吗？好吧。谢龙介宣布罢免林俊祥、王定宇也失败了，联署份数只有达到60%，不到全部哈。那所以最后会不会还是31-0了？我现在看起来0大概是确定，我认为那只是说呢，到底是31还是30还是28还是25哦？所以现在剩下6个案还没有揭晓了啊。那另外呢，尤文龙说现在要被罢免的国民党委员没有一个有安全，没有一个安全的，我也认为他讲的对的，没有一个有安全，所以不是因为25%就把你罢免掉，谁安全呢？我当选也许当选不够，你拿60%，我拿40%，我罢你票够了，而且是一种仇恨动员了。我现在搞得台湾社会非常分裂的，选举的时候还没有那么仇恨，为什么？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各喜各爱嘛，也没什么嘛，对不对？各支持的。现在罢免是没有，只有你一个人要被罢，所以那个情绪就很强烈了哦，所以造成分裂很严重嘛哈。尤文龙说，国会席次结构可能重新洗牌哦，如果蓝被罢免6个，然后再补选，如果6个都是民进党当选，国会就洗牌了。我们看一下。以共军对台采取军事行动为假想前提，电视剧《连日攻击》探讨台海若爆发战争，台湾社会可能面临的状况。爸妈，你要平安。陈立伟，李伟，等一下，我要留下来。紧张剧情引发国际讨论，更在2025年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进行世界首映。但现在何时会正式上映是个未知数。只是现在有网络媒体指出，传出《连日攻击》将在7月播出。国民党的党务人士就担忧，如果真在暑假期间上档，恐怕会成大罢免投票的周子瑜事件。届时绿营可能顺势操作，将国民党与对岸连结，贴上中共同路人红标签。《连日攻击》恐怕成为罢免催化剂。报道指蓝营党务人士分析，罢免投票预计暑假登场，传统上较支持绿营的年轻人投票率会增加，担心罢免票25%的门槛一定会达到。我们必须合理的怀疑，他们面对大罢免，不仅感到害怕，他们甚至想要透过过往独裁的压力，让所有制作团队、播映平台或是相关参与的演员感受到压力，而没有办法如期的播出。实际联络《连日攻击》的制作单位，但截稿前并没有取得回应。罢免投票在即，任何风吹草动，各方的政治神经完全紧绷。很明显，其实包括罢团在推动第2阶段联署的时候，它其实有播放电影《明日战争》，其实这也不是刚出来，其实去年已经吵了好一阵子。他就把说啊，你在野党就是中共同路人嘛，如果到时候两岸发生战争的时候，就在野党全部都会变成老共的内应啊，还有包括这些帮派啊，就说变成内应封锁相关的那个道路啊，就变成侧翼嘛。类似的做法，其实在第1阶段、第2阶段罢团在推动的时候，相关的论述就已经出来了嘛。所以真正到第3阶段的时候，所以刚刚提名委员在讲说啊什么，因为总预算呐，在野党删了预算再怎么样，老讲预算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啦，真正民党打的还是在打那个啦，抗中保台啦。为什么？因为大罢免就是25%嘛，他设计的机制不是过50%，他是过25%，所以抗中保台在这个大罢免选战是有用的。所以把绿营的就是说我真的。我从政时间没有那么久了，我第2届而已。可是我真的没有遇过台湾现在分裂成这样子，甚至连赵先生那时候你跟那个阿扁在选市长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学生，那时候台北市街头连摩托车都有插旗子哦，那时候的对立的情况，
我觉得还比不上现在耶。现在对立的情况是远远超过那时候1994年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立成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包括绿营的，包括基本盘，我觉得都吹出来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蓝军的基本盘不愿意投票，他反对罢免，他说啊，我反对绿的罢蓝的，他对蓝的罢绿的他也保留啊。所以他投票的动力是比较弱啊，所以未来包括党中央要打区域联防，甚至我们要怎么去催出选票，组织战包括像赖委员他们在做基层的政策说明会没有问题，陆战广护基本盘没有问题了。可是如何透过文宣空战催出那个选票，就说现在没有假想敌嘛，你就自己跟自己比，你没有假想敌，如何把包括对于赖总统，包括你执政不满变成，我觉得很怪耶。过去期中选举是针对执政党的期中选举，哪有针对在野党的期中选举啦？这不是全世界最荒谬的吗？所以未来空战的部分如何设定选战议题，我觉得在野党包括蓝白要努力了。来，晚会。我觉得到第3阶段的这个反罢，一定是要进入热战。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明贤讲，我觉得这个民进党它其实在任何的议题上面，只要跟选举相关，抗中保台这一张牌一定会打的。所以呢，也不是这个暑假连日攻击上演的时候呢，才开始打这张牌。如果你去看最近的所有的街访，我就常讲，你去问他为什么，就是说这些支持罢蓝委的这一些这个民众，他为什么会想要罢这位委员？其实他是说不出来的，但是最后他就会说，因为他是中共同路人，所以这个是已经深植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的一个脑中了哈。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张牌上面，他绝对不会放掉嘛，因为他认为他现在还有40%的这个支持度哈。所以包含前面我们讨论的这个卓荣泰的这个3地方政府的预算，我觉得他就是错误、可恶又幼稚哈。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只是添点小柴火，让他的一个区域立委回到地方上去有一些议题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操作。那最重要的，我觉得是第3阶段的这个蓝白跟中间选民如何让他们愿意出来投票，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最关键再也要去努力讨论的部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徐小新在办活动的时候呢，吴静怡去踢馆了，结果呢，两个听说吵了将近1个钟头，将近1个小时哈。那吴静怡说呢，我其实也没有不支持徐小新，他可能讲的是真的，因为他们现在也不是针对每个嘛，就整个这个大环境他要把你罢掉嘛。其实照理讲应该是哪一个委员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你可以指出，那没有啊，要不然就戴个帽子，什么中共同路人这不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啊。美国为什么国会议员是不能罢免的？因为国会议员是合议制啊，他一个人能做什么？都要大家合议嘛。然后呢，一个议员他其实能做的很有限呐，首长才可以罢免嘛，因为首长有行政权嘛。比如加州州长被罢免过，对不对？后来阿诺起来补选成功，为什么？因为你州长的确预算都你在管，立委那管什么东西呢？所以美国法律规定呢，国会议员是不能罢免的，所以是他有他的道理。那基本上就是他到底做了什么？哪一个委员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什么滔天大罪？才当1年就把他罢免掉？你讲个道理出来嘛？你讲不出来的话就很奇怪啊。我们看一下。好，所以要保护韩院长，大家说好不好？好。反对柯建铭担任立法院长，大家说好不好？好。大罢免在即，请走地方，国民党立委徐小新出席地方民代帮忙办的宣讲。我们不能让这个罢免制度被滥用，变成说好像只要我选输了，我就输不起，我就翻桌，我就叫你再选一次。那干脆规定每一次选议员跟选立委都要选2次就好啦。那如果你觉得谁做的不好，你4年以后再重新换人选，这是民主的真谛。只是焦点都聚焦在评论员吴静怡周6登门踢馆。你认为柯建铭的问政比我好还是比我差？好，来第二点，我认为他讲话听得懂听不懂，不是我们应该批评他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出过车祸。所以请不要用他讲话不清楚。柯建铭，对不起。几乎每抛出一个议题，都能让徐小新逮到把柄。要多还给我哈，谢谢你哈。没有，别急，不要碰到他哈，不要碰到他，我们要保护他哈。
吴静怡随口的脸书写下：徐小新有没有网军？今天的实验很有效。再有长辈说他不坏，谁相信？留言区却被粉丝提醒不要再去，没准备就是帮对方送头而已。但吴静怡接着又在登录节目上说：如果你们觉得 Grace 好可怜，我告诉大家，我离开的时候，现场很多的居民告诉我，他真的觉得我表现很好，只能说这场对决太有戏剧张力。我觉得这个昨天看到这一幕，我刚刚前面还在讲这个大罢免哦，我真心觉得哈，虽然这个反罢看起来好像没有对手，我突然觉得在这个吴静怡跟徐巧芯的这个昨天的这个翻车现场来看哦，因为我觉得 Grace 他其实昨天本来是塞了一个场，觉得气势磅礴，自己要去踢馆哦，踢巧芯的馆，就是想不到这个反效果这么的好，就是说让大家觉得他其实说不出来到底巧芯哪里做不好。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次的反罢里面，或许对于这些领衔人，好，我们可以有一个辩论的机会。虽然他们不见得愿意出来辩论啦，其实你是可以辩论的。对我其实蛮想看到巧芯跟曹兴诚辩论啊，就是来听一听看，就是说到底我哪里做的不好，你为什么要罢免我嘛？不是永远只用什么中共同路人这样的一个标签贴上去之后，好像我就做了什么天大的坏事，然后在立法院完全都没有建树。昨天在这一场就是巧芯，就是吴静怡来踢馆的这个场合里面，可以看出来巧芯他可以非常清楚的论述所有的作为，他在立法院里面相关的一个作为。所以如果啦，我们的这个被罢的这些蓝委们，我们可以跟这个领衔人可以有一场好就是正常的辩论，好，那可以让他们好好讲一讲。我想是很多是讲不清楚。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场子哈，我是蛮赞成的哈。就是可以来办这个辩论会，是蛮好的。我来补充一下哈，那个牛许婷啊，就正式对罢他的领衔人说：来辩论，来供，你为什么罢免我？来供，我一条一条讲给你听。唔干嘞，对啊，挑战了好几天，唔干嘞。昨天这一场，前天这一场，徐小新跟这个叫吴静怡啊。也是很好的例子嘛。你们在口音节目里面讲出个转播啊来骂我们，请问骂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就是中共同论，舔共。这到底是什么叫舔共？什么叫中共同路人？就只要因为我跟你不一样，我讲你不爱听的话，你就说我舔共，然后要罢免我。我的罢团的负责人也是如此啊。你问的话，你工厂没有建设，我才刚帮这台北市政府争取了250亿啊，能够让捷运南环线弄了10几年全线的开工，这个很大的 project， 很大的一个工程。我这么努力啊，电线杆拔的我几乎是全台北市第一，或者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啊。我这么努力做地方，我这么努力问政，我的问政是我早上6点20以前一定到立法院。他们现在很辛苦。对啊，我5点30分起床的，5点30起床弄一弄啊，吃饭啊，还在6点20一定到立法院去签到。为什么？希望能够发言顺序排前面一点，啊，比较容易也得到媒体的青睐，就这样子而已啊，是不是？你也许有人说啊，你才不需要了。可是我觉得我20年来如一日，我就是这样子，而且我坚持说。我在开议的时候，除非是公务，否则我不出国。基本上我自我要求啊，这样的立委你要罢，所以我现在看盘上去就是20的政府啊，2罢优质的立委啊，我每一届几乎都有得奖啊，几乎都是。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第4届的时候啊，那时候立委是225人。那时候的一个类似现在的团体啊，然后一些偏绿哦，陈设把我评为225个立委里面第1名，那为什么罢免我呢？我这样一路都是这样绩优，为什么你要罢免我呢？那就打嘛。那所以如果他愿意，我也辩论没问题啊。对了，就说要辩论，我觉得也蛮好的，要不然就辩嘛，大家来辩论看看到底怎样嘛哈。那另外呢，这个王一川去救援吴静怡说，徐小新虽然辩赢了，仇恨值更高了，那你都什么都不能讲了嘛，对不对？我不跟你辩，你说我根本没有理由，对不对？你看人家罢我，他们讲不出话来，我辩赢了，你说他仇恨值很高，那怎么办呢？
同样的，在立法院现在被罢的很多人都是在立法院表现不错的，说理啦、辩论啦、写咨询稿啦、质询都不错的，就是他仇恨值很高。为什么要罢？因为他仇恨值很高。那废话吗？因为你表现好，你对手一定讨厌你嘛，最好你都睡觉嘛，最好你都不要出来嘛，所以叫仇恨值很高嘛。仇恨值很高会变成一个罢免的理由，不是也很奇怪吗？来，凤馨。其实为什么吴静怡跟徐巧芯这一场会变得特别的热闹，然后大家呢觉得特别的瞩目？因为吴静怡主动踢馆的那你说很多的时候这种踢馆，然后呢现场的人可能就会说排斥你啊，如何如何，不，他请你好好的坐下来。其他几个主讲人后来就坐在旁边啦，你看到说这个什么这个汉庭啊，还有包括了这个蔡壁如啊，他们就坐在旁边，好，就主要的重心点就放在听听你吴静怡到底说什么嘛。就吴静怡今天徐巧芯要问的很重点就是说，我不问政吗？我问政不好吗？我为什么不适任？他问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嘛，因为你要罢免不适任立委啊，那你要说出理由来，罢免不适任立委的理由是什么？那吴静怡开口就说，我没有觉得你不问政，你问政很好。那你说他问政很好，那徐巧芯就说，那吴静怡说我问政很好啊，那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适任？他说我也没有觉得你不适任，我觉得我很支持你。那他当然就觉得说，对啊，吴静怡支持我啊。那所以整个罢免的理由是什么呢？说是中共同路人，其实只是找一个借口。说仇恨值，其实真正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真监督执政党。说穿了就是认真监督执政党，所以赵先你会觉得说越认真的立委，可是从绿营，尤其是最基本教义派的这个角度里头，会觉得他们的仇恨值越高。什么叫仇恨值？就是你越认真监督，比如说超私案，你越认真的追打，那对不起，你的仇恨值很高。比如说像是整个预算，你越认真的监督，对不起，你的仇恨值很高。那民进党要推的案子，你认为这件事情不适合，那对不起，你的仇恨值很高。如果你今天呢立出了一个符合国际上面国会去推动监督的重要国会法案，对不起，你的仇恨值很高。其实不是中共同路人，就是他们要一个唯唯诺诺的立法局，他们不要非常善于监督的立法委员，所以他们没有贪污，他们没有不问政，他们没有偷懒，他们没有取巧，但是他们只有一件事情是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做错的，就是他们认真监督。那钟宪伟，我个人觉得就是今天民进党政府已经把五权，已经把四权都握在手上，他今天连西方三权分立所设计的监督行政权，或五权分立也是立法权监督行政权。他借由去年的国会改革，他全部没收你所有相关的法令，你没有办法对付官员。到今年连预算，你用预算监督，他也一直造谣，让你预算没有办法好好的审查。就刚凤英姐讲没错，他今天就是要让你国会整个弱化，然后行政权一权独大。那这个不就是我们政治学上面的独裁吗？然后再来，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罢免这个制度当初设计的用法不是这个样子啦，他完全乱用这个制度。那我也可能要跟民进党了，因为很多好朋友都在民进党，真的要跟民进党好朋友说，这个玩下去之后会变成一个历史上的笑话，真的会变历史上笑，因为这个地球上没有人玩过这种无差别的大罢免。那你罢免的原因既然是中共同路人，然后这个东西又没有标准出来，然后你就直接这样子大规模无差别的罢免，只要他不是民进党，只要他能够罢免，你就全部去罢免。如果今天不分区委员可以罢免，我大概也是头号前面一两个啦，因为你会批评的，你一定就会被罢免。那这样你这是你要的立法委员吗？所以我还是这样奉劝，这个下去对民进党将来的形象也不好，可以说是一个短多长空的做法。对了，其实国民党可以去告杨状的。去 AIT 啊，去问川普啊，说你现在共和党的参议院多一席嘛，那你赞成说这样说就把你们都罢免掉吗？你问议员看到底赞不赞成嘛？问川普看赞不赞成？问 IT 的官员认为这是不是民主嘛？休息一下再回来。中华电信的这个凭证被移除了哈 ，Google 说是为了保护使用者安全哈。那数发部也说呢，中华电信的作业机制处理不当，那为什么之前不讲？为什么不去纠正它？
那70%使用者会有麻烦，你要上网啊、转账啊，恐怕都不能用那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了那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要用 Google 什么去查那个政府相关单位，它可能就出现说对不起因为不可信任，所以不查。那又譬如说像这样，这个你的连线不是私人连线，所以呢出现一个警告的讯号，所以就变成一个中华电信算是国家的单位虽然号称民营的，但是政府还有很大的权利嘛，占有蛮大的股份嘛，那怎么搞成这样子呢？我们看一下。谷歌呢非常罕见的向全球发布，7月31号起，谷歌 Chrome 浏览器将全面撤销对中华电信数位凭证的预设信任。民众在使用网络银行、电子支付等等需要高度安全性的功能的时候，可能因为安全警告而被封锁。中华电信也说，受影响范围仅限于谷歌 Chrome 浏览器。至于使用微软、苹果等其他浏览器，则完全不受影响。竟然直接暗示人民，那你不要用就好，你不要用 Chrome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好，现在被人认为说是数位国家的治理警讯了。我们不是常常吹牛要当数位国家，这都被人家取消了然后呢，也被认为人汉报社论说是仇庸文化下的国耻了。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中华电信总经理、董事长以前基本上都是里面出来的是专家，你是仇庸嘛？你仇庸这些人根本来几天也不一定，做几天也不知道，然后呢就根本没有很认真的在治理、在管理这个公司嘛，就变成这样子来，廷飞怎么看？我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数位部不能等闲视之，也就是说，既然已经认为中华电信处理不当，到底是怎么处理不当？那为什么现在才发现这个部分其实会引发我们后续的效应尤其你会让大家质疑为什么中华电信会被 Google 这样的一个对待，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应该紧急做一个沟通协调处理那其实刚刚大家有谈到说，好像现在罢免只有一个理由叫中共同路人，其实并不是其实有很多是因为在过去所研发的国会改革的法案那预算等等所引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辩论，就是大家提出来说，然后怎么去这个在整个7月份的一个罢免的一个所谓的投票当中，其实这有一个门槛了，因为25%，然后还有同意要大于不同意，我觉得这个部分都还是有一个区块性，所以只要是辩论，只要是对外，现在所有的蓝委已经都在做一个组织的一个座谈，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大家在对于自己整个票的一个固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整个7月大概整个可能会进入到整个所谓社会运动当中。来，王慧。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今天要不是那个葛委员出来开这记者会，大家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个 Chrome 其实基本上在全球的市占率有65%，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数发部他在这个委员开了记者会之后，他来表达说，因为他会来透过契约关系然后来好好来督促中华电信。其实我觉得这些应该在委员还没有说之前就应该做了。为什么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毛毛的感觉？刚刚那个赵大哥秀出那个警示，你知道，大家其实民众会搞不清楚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在网站上看到这样一个警示的时候，我刚刚第一个为什么说毛毛？我第一个想到真的是诈骗，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台湾的诈骗实在各式各样的形式，它都可以生出来。所以如果现在这个事情呢，中华电信没有办法紧急处理的话，之后到底跳出来的是真正的警示符号，还是诈骗集团的警示符号？它衍生出来其他的诈骗的可能，我们真的完全搞不清楚。好不好？这出来就是这样了，蛮危险的。来分析。其实谷歌他当时就已经提了说，之所以要移除中华电信的这一个合格的这一个标章凭证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合规操作、内控有问题、回应机制失灵。
啊，所以它是累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 Chrome 这个地方认定说你不安全，你的不安全，它很明确的告诉你说你的内控啦、你的回应啦等等哪里出了问题。好，那这件事情呢，葛如君出来爆料说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呢，你看到数发部呢，他的回应就是说，我们承认中华电信有这个问题，然后接着呢，中华电信上下没有人说那我们怎么改善，因为Chrome 认为你有这样的问题，那数发部也认可说你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谷歌指责你，然后数发部说没有，这个一切都是谷歌是中共同路人，所以来攻击我们的中华电信的话，那大家还得吵。不是啊，数发部也承认有这个问题啊，但是中华电信只告诉大家说啊，那你们就去别的作业系统好了，你们就去别的入口网站好了。对，那没有打算要自己改吗？所以中华电信到底出了什么样的文化严重的问题？它不是只是一家电信公司，因为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属于那种有这个线路的一些联络的这些通讯依赖的都是中华电信，这是一件极严重的事情。但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出来这个民进党政府上下有任何人决定要应对这件事情。是吧，兄？这个因为目前的政府一切都政治化嘛。这个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国际的大笑话 ，Google 这个入口网站这么重要的，那中华电信出这么大的纰漏，数发部都吃饭的。各位，请教大家对数发部什么印象？一开始成立200亿，一开始的预算就是200亿。第一任的部长叫唐凤，号称 IT 天才，结果一看预算啊，变成出国部啊，出国预算变好多好多啊。再来呢，叫装修部啊，是什么？它里面的办公室改得好漂亮，花了好多钱。就看到数发部这个样子，他做了第一个成绩，唐凤讲出来的叫点面线了。点面线就跟那个我们一直抢生意，就这个。所以数发部做什么事情，他对于中华电信来讲的话，这么重要的事情，结果他完全失职，然后又哈哈。无法解决的样子。好，最后我要再补一点哦。其实卓荣泰那个黑帮的讲法呢，他作践自己，他的一个轮回说作践自己。为什么作践自己？各位，他那个意思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支持政府的这些立委，你的县市的补助款我给你多一点。那什么叫支持？什么叫支持？你告诉我。不删预算啊，不删预算啊，那这边独裁国家立法案废掉了。各位，所有的各级的县市政府的议会也废掉了，因为你要支持我们绝对支持中央政府的总预算的，当然了，但是我要砍掉浪费的，我要砍掉这个没有必要的，这是我们的职责啊。立法院你要把它废掉，要干什么？赖清德想独裁嘛，所以等于卓荣泰把赖清德的心讲出来了，这个才是一个真的，而且为大罢免来推动，因为他觉得说这个预算当初弄得红火，打预算好像是打到了我们了啊，这次来讲这个重新启用，就预算东西再给你兜，大家要弄清楚啊，各位，这个地方政府的补助款是补助小的、老的、身心障碍的这么重要的钱，救命钱，而且我们立法院3读通过，他怎么可以去砍呢？就是说，如果下次选举哈，那这些支持政府预算的，敢在选举公报上或者政见说，我当立委就全力支持政府的预算，敢不敢讲？你看他会不会当选？选民是不是希望他这样？来，庄宪伟。我想哦，去年7月啊，其实另外一个浏览器 Mozilla 它就已经严格的批评，很严厉的批评我们中华电信这个凭证管理的问题。那这一次他 Google 他也是讲，他说他观察了1年，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已经由来非常久，甚至2023年就已经开始了。就这么严重的问题，却没有办法处理，也都见不到处理。其实回过头去，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政府的酬庸文化。那这段时间其实不止中华电信啊，中华航空也很严重的问题啊，内部人常跟我爆料一堆里面内部的事情，所以这种破坏文官体制、搞这种酬庸文化，外行领导内行，一堆部会首长是一辈子没有碰过这个业务，然后去做部会首长，
这种状况下，其实你说政府的运作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很多地方失灵，我想这一点都不意外哦，这也不是全民的福气。那明显，我们是行政院设定的 AI 人工智慧之岛哦，结果连 Google 的认证凭证都会被取消，这根本就是国际笑话嘛。就说像我自己用 Chrome 我在上网，那过去如果说有被譬如说 Chrome 抓出来说啊这是不安全的网站，你就不会连上去嘛。那以后所有都变成不安全网站，我用 Chrome 我是开那个数位账户嘞，我敢用吗？那我用股票交易，我敢用吗？变成这样，造成每一个人困扰啊！结果行政院书发部跟他讲说，哦，你现在有问题就不要用 Chrome 就好了，我就用 Chrome，你叫我不要用 Chrome，我用其他的。